这届美国大选搞不好就是史上最危险的一届啊！之前咱们老说呢，韩国总统高危，现在看着美国总统更是不省心呐。前脚特朗普不是刚被枪击吗？当时马斯克还发那个推特说，这怎么没有人暗杀哈里斯呢？你们瞧瞧马斯克这张嘴啊！后脚哈里斯的竞选办公室就遭到枪击了，吓得马斯克连夜删帖。难道这哈里斯和特朗普一样难逃暗杀威胁？作为美国大选中唯二的女性候选人，哈里斯身上到底有何绝技？她又能否创造奇迹击败特朗普呢？今天咱们不聊特朗普聊聊他的对手哈里斯，一个很有故事的女同学。这里说个冷知识啊，哈里斯正式成为议员也就是参政的时间是从2016年开始的，但是仅仅5年之后，他就被拜登任命为了美国副总统。这升迁的速度是不是还挺快的？那为什么民主党要把一个根基浅薄的新人推上台呢？这里我用一个段子概括啊。有一天呢，天黑了这哈里斯找不到住处，就找到了一个农家院，敲门说想借宿一晚。这里边老太太就问了你是什么身份呢？哈里斯对着门喊，女性、黑人、亚裔、律师、单亲家庭、移民家庭，毕业名校，加州首位女性检察长哈里斯是也。这里边老太太连忙说呀，我这家里小可住不下这老些人。段子归段子但这些身份可都是真实的，这也恰恰是哈里斯替代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根本原因。这2年美国不是流行那个政治正确吗？简单来说就是不冒犯弱势群体，不去搞歧视。而哈里斯呢，就非常符合各项弱势群体的需求。毫不夸张的说除了他本身不是 LGBT 之外，几乎所有的 buff 都被他叠满了。于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些标签背后的人群，自然就成为了他的潜在粉丝。之前他为了争取华裔的选票哈里斯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叫贺锦丽。你能感觉到这位候选人还是挺会收买人心的于是在各种 buff 的加持之下，哈里斯不到3个月内就筹集了10亿美元，打破了总统候选人筹款速度的历史记录。但是这 buff 叠满又手握重金的哈里斯，在大选中是不是就代表稳胜了呢？目前从美国的民调数据来看哈里斯的支持率 48.1%， 特朗普 46.7%，别说还真是稍稍领先。但是现在说稳还为时尚早。他现在比较大的阻力是部分美国老百姓把注意力放到了他的前半生上这剧情堪称精彩。将来要是能拍下来，保不齐比《甄嬛传》还好看呢。1964年，哈里斯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生物学博士。90年代初，他还只是一个无名的小检察官直到1994年，在一次名人酒会上遇见了加州政坛大佬威利布朗。这位大佬有个癖好那就是自己是有家室的，但是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换衣服还快。虽然大佬的年纪比哈里斯大了近31岁，但哈里斯呢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投怀送抱。那有了大佬的带飞，哈里斯的仕途可就一路开挂了。从县级检察官迅速升职，进入了多个加州重要委员会。后来呢，大佬成了旧金山的市长。2004年，哈里斯也被提拔为了旧金山首位黑人女性地区检察官。媒体还给他封了个外号叫新第一夫人。可是没想到他上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这大佬撇清关系。后来呢，拜登成为了他新的靠山早年哈里斯通过这个拜登大儿子的帮助，就跟这个拜登牵上了线。拜登不仅支持他竞选参议员，还一路提携他成为了副总统。然而这哈里斯呢，翻脸比翻书还快。2019年，他为了竞选总统候选人，居然转头对拜登开起了炮翻出了拜登早年的黑历史，给拜登扣上了一个种族歧视的大帽子。大选期间，有女性跳出来指控拜登性骚扰，哈里斯也站在一边声援呢。可因为当时俩人都是民主党的为了选举，拜登也就都忍了。之前媒体还拍到拜登手里拿了一张关于哈里斯的手卡，上面写着别记恨，尊重他他对竞选帮助大。想想也是毕竟民主党内还有谁能像哈里斯一样集齐所有政治正确的小红花呢？而这些事情在一些道德观保守的选民之中就留下了阴影，极大的影响了他的支持率。
更加麻烦的是，他还卷入了美国说唱天王吹牛老爹的派对丑闻当中。据美媒爆料啊，美国有位说唱天王，过去20多年就利用自己的名气，把各种俊男美女啊请到他的派对中，而这其中呢，就存在着一些非法行为，尺度很大。关键是呢，这吹牛老爹还爱录视频啊，把现场的名流们全都拍了下来。传闻说，名单里不光有好莱坞明星，连美国的各种政界大佬都在，这里面就包括了哈里斯。现在呢，这个吹牛老爹已经被逮捕了，还牵扯出了一系列的罪行，搞得这美国权贵们呢都人心惶惶。怎么样？这美国大选呢，是不是堪比黑历史大会了？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所以我才说那句话，这届美国大选输的一方失去的可不仅仅是权力，还有自由啊！散会。